今天是小儿子大婚，不知傅都督前来何事啊？警官杨静兰无辜屠杀城中将士，胆大包天，本将奉牛都督之命，依法前来缉拿。不可能，不可能啊！我就说这小子窝窝挂了，迟早害了我们杨家。不要这牛副都督，保不同人情世故啊！今日是本官大婚的日子，怎么连份贺礼都没带吗？杨静兰，你还不束手就擒，免得伤及无辜。你可认得这是何物？太子鱼符，见鱼符如见太子。跪！太子玉符，快跪！你一个小小的警官，平白无故掏出这太子鱼符，你让本将如何信你？益州锦业，姿势体大，常有歹人作祟。杨静兰奉太子令，以警官的身份督察益州锦业，颇有成效，故升任督察特使。奉旨密查，先斩后奏。见太子鱼符不跪，你要造反呐！今日是本官大喜的日子，你带兵闯入，惊扰了我的夫人，还有我的宾客，你该当何罪？牛某草率了，惊扰了诸位宾客与杨三少夫人，还请杨督察谅解。滚！告辞。这父母。看看渔夫长什么样？哎呀，以后我们要改口了，不能叫杨警官了，要叫杨督察。好了，先扶你回去休息。哎，不行，还没拜堂。对呀，还有一口气呢，得拜堂啊！我拜什么拜？都伤成这样了，改日吧。不改，就今日拜。你都伤成什么样了还拜？不拜了，走，不拜了，直接洞房。啊？这叫什么话？对，直接洞房。什么啊？直接洞房，走。洞房，走！没消息了。慢点！宾客们，也都入席吧！啊！你这是？今天晚上我就睡这儿了。你身上有伤，一会儿半夜还得给你换药，我不能离得太远。那这样，你睡床，我睡小榻。你胡说什么啊？我睡床，病人睡小榻，哪有这样的？这是他们准备的一些西瓜，寓意着早生。我知道。怎么剩这么多？
我把它往边上去点，不然一会儿硌到你伤口。好。再拿个枕头。哎，我没碰到你的伤口吧？不要紧的。好了，躺下吧。你今日打了牛景的脸，他会不会变本加厉的报复你？他如今知道了我的身份，便会明白，对付我是没有用的。关键是，长安和节帅对他的态度，短时间内，他不会对我轻举妄动的。你放心好了。早点休息吧。嗯。无论怎样，谢谢你回来，我觉得很安心。三郎君，三少夫人，该起了。好，你先别进来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别进来啊！没有我们的允许，他们是进不来的。进来吧。奴婢锦绣见过三郎君、三少夫人。夫人命奴婢带着他们几个粗使丫头，在三郎君的院里侍候，听候三郎君、三少夫人吩咐。嗯。夫人，夫人。
起来吧。谢三郎君、三少夫人。杨家的规矩繁多，你一时半会儿还适应不了。不过你放心，有我在，不会让任何人欺负你的。你眼下最要紧的是把你阿娘救出来。谢谢你，杨静兰。不用谢，来日方长。可有什么不对？这2件不是血，是染料。染料？我知道是怎么回事了。其实这个案子很简单，只是县令不肯查罢了。死者夫婿李峰和船夫于三儿，皆可证明，当日在船上，李徐氏与季徐氏曾发生过争吵，而船将靠岸时，他们2人进入船舱，发现死者已被季徐氏用发簪刺死。这人证物证俱在，季娘子，你说你阿娘冤在何处？与本官从实说来。民女有3个疑点，其一，根据于四儿的证词来看，他并没有亲眼看见我阿娘杀人，而是在李峰进去片刻后，听到喊叫声，继而看见我姨母满身鲜血地躺在李峰怀里。因为被李峰挡住，他可能都没有看到我姨母身上是否有伤口。船在江中，四面无人，这船舱内只有你阿娘和姨母，除了你阿娘，谁会动手？为何我们不怀疑第一个发现死者的人呢？李峰与船夫先后进入船舱，不过间隔片刻，他哪里来得及杀人？那2个人又为何不反抗？为何不发出声响？这就是疑点2。若我阿娘真是杀人凶手，那为何当时也昏迷在了船上？也许是你阿娘杀人时不小心磕到了头，晕了过去；又或是你阿娘杀人后害怕的昏了过去。不排除这些可能，但还有另一种可能，就是我阿娘是被人陷害。阿娘，阿娘，莹莹，阿娘，婷儿，阿娘，阿娘，我们回家。咱们回家。莹莹，阿娘不在的这些时日，家里是不是还发生了什么事啊？我嫁进了杨家，嫁给了杨三郎。你是不是为了救我，
所以才……不是的，阿娘，是我自己想家去的。不会的，你一定是在骗我。阿娘那时还在牢中，若非逼不得已，谁会在那时婚嫁？姨呀，阿娘对不住你，是阿娘拖累了你。阿娘，你别这样说。虽然嫁入杨家事出有因，但女儿早已心悦杨三郎。虽是阴差阳错，但女儿心甘情愿。当真？当真。之前，我一心只想让你远离风波，而那时杨警官又麻烦缠身，我其实并不愿意将你许配给他。但是想不到，缘分使然，你还是嫁给了他。杨静兰之前便想娶我吗？傻孩子，难道你看不出他的心思吗？他待你不好吗？好，他待我很好，一直都很好。只是我们向来以盟友相称，不曾表明情意。我原想等他回来后，我便与他问清楚。前几日他千里迢迢，遍体鳞伤，也要赶回来护我，与我成婚。我怎会不明了他的心意？但或许是这场婚事来得太突然，交杂了太多东西，我无法像真正的心腹那样心安理得地去面对他。那些想问的话，想说的心意，反而变得难以启齿。阿娘替你高兴了，不急，不急哈。只要你们两个人的心是在一起的，我相信有些话，即便是不说出来，彼此也能感应到。我与他来日方长。阿娘，喝药了。阿娘，等您身子恢复好以后，我们就离开宜州，去江南生活。我们一家人平平安安的过日子。你跟阿兄先去，我安置好这边就过去找你们。你随我们去了江南，那杨静兰怎么办？杨家怎么办？杨家的生意也会拓展到江南，到时候我会打理。杨金兰过了今年也可以调任，她会和我一起去。阴阳，你是不是又在骗我？我知道，你只是想把我送到安全的地方，然后又自己去冒险。就算我们真的去了江南，你也不会轻易放弃，你还想要再斗出个结果出来。阿娘，我想好了，我不斗了，我只要你们平安。夫人，杨警官来了，说是来拜见岳母。他怎么来了？莹莹，莹莹，矜持。他受伤了，他不能乱动。阿兄先去见见他。你可知茵茵最喜欢吃什么？不知。那茵茵最讨厌吃什么？不知。哎呦，她最喜欢玩什么？金星难过的时候最喜欢做的事是什么？
不止。哎呦，你看看你，才一日不见便想他了。我不是想他，我是担心他身子。那还不是想他了？放心吧，你阿兄他有分寸的。来，坐这儿。莹莹，杨家高门大户，肯定规矩也多。你既然已经嫁人了，小性子就多收敛收敛，别总像在家里一样，整日鸡飞狗跳的。我哪有？来，这个你收着。你要是忍不住啊，就多转转念珠，想想娘的嘱咐。要是实在忍不住，也别委屈了自己。好，来，阿娘给你戴上。谢谢阿娘。那你到底知道些什么？我知道，既然我娶了她，就要让她有枝可依，不再独自面对风霜。你与他志趣相投，两心相应。但对于成婚不止如此。对于夫妻而言，柴米油盐家长里短对于情谊的损耗，半点不比风霜刀剑的少。而茵茵更是不同寻常的女子，或许更难释然。是啊，但他要妻的是我这块朽木，而不是杨家的那根高枝。待他与杨家吕诺，我们就搬出去。3餐1宿，冬夏春秋，我会陪着他，爱护他，理解他，尊重他。即便她已经嫁给了我，季莺莺，都先是季莺莺，再是我杨静兰的妻子。景兰，谁让你出来的？哼，这是你把刀架在人脖子上逼他写的。在夫人眼里，我就是这么不修武德的。来，扶我起来。你想做什么啊？你别动。初次登门，必先拜谢张母。来，夫人，扶我起来。可是你，求求我。慢点。遵命。锅盔啊，锅盔！你瞧，我终于光明正大的从这正人扶起来了。你闭嘴！阿娘，哎，贤婿伤害未好，不必多礼。礼不能废。
小婿杨静兰拜见丈母。婚事仓促，未能及时向您禀明，还请丈母见谅。好孩子，快起来。之前我一直担忧英英的安危，险些拆散了你们的缘分。如今你们终成眷属，我也想明白了。以后咱们一家人风雨同舟，共同进退。我们家英英啊，就交给你了。请丈母放心，只要我能陪在英英身边一日，便会护她一日，直到她……哦不，直到我倾尽此生。太子贺继父欣喜。季夫人，太子殿下贺杨督察与继娘子大喜，特送来贺礼，以庆欣喜。季家满门拜谢太子殿下恩赐。快快请起。这是我师兄帮我准备的礼物，还请丈母交纳。太子准备的也太多了。这是你夫君借着太子殿下的名义给你补聘你的。我看这回谁还敢说你们名不正言不顺？你虽是我抢来的夫人，但别家夫人有的，我的夫人也要有。该有的东西，我会一样一样的补给你。慢点儿。来，都说了慢点了。
这是我阿娘和阿兄非要给我带的，都是我日常用的小物件儿，怕我在杨家用不惯。夫人如果还需要什么，就和我说，我去让人给你置办。哦，我不用。可以再慢一些。杨静兰，好好好。你看我干嘛呀？看你好看。他们都看着我干什么？因为你长得好看啊。哎呀，这三郎，这是家宴。你当了这个督察之后，你这官威太大了啊！你连我们杨家家宴，女眷是不能上台面，这条老规矩你都忘了？这便是你与督察说话的态度吗？哎呦呵，这是家宴，不是你警官府，这就是你跟长辈说话的态度啊！杨静林，你是忘了小时候我怎么揍你的了吧？不是，你说话吃饭就吃饭，你别拿筷子指着我，今天。啊，行了，一家人就不能和和气气的吃顿饭吗？啊，三郎的媳妇儿刚嫁过来，咱们家饭桌上也不缺这副碗筷嘛。最主要的是让他借这个机会，认识认识宗亲长辈们。可别家的媳妇儿也没这个礼数啊。再者讲，三郎的媳妇儿嫁过来也不光彩，也没资格登这儿子堂。哟，夫人，你看这筷子是什么迂腐老木头做的呀？怎么轻轻一放就断了？哎，没事吧？啊，我去换一双筷子。哎，三郎说他吃好了，阿公阿家各位叔伯，我们就先告退了。茵茵，你先坐下。茵茵入宴是我准许的，我也是女眷，我能出席此宴，且经营杨家的生意，是承蒙各位宗亲和主事的信赖。我请茵茵入宴，是因为茵茵亦不是寻常女子，不仅是飞花会的会长，日后也少不了经营我们杨家的生意，所以参加宗亲大宴是早晚的事儿，也没有什么可以值得说到的。阿嫂，你这么一说，我就能懂了。飞花会会长，她现在是我杨家的媳妇儿，那这飞花会迟早得入我杨家的名下。是呀，二爷，我说怎么好端端的叫着一起吃饭呢？原来是场鸿门宴啊！三郎，我还没说完呢。就算是杨家对我夫人有恩，也不该把我夫人的商会算作是嫁妆。这是人能干出来的事儿吗？你说谁呢？这么说话呢？夫人别怕，谁敢让你不舒服，我就让他们更不舒服。我倒是想看看，
我这新官上任的3把火，会先烧到谁的身上？没意思，这菜一看就难吃。夫人，要不我们走吧？阿公、阿家，各位叔伯，我们真的告退了。乌烟瘴气。你说什么？杨静兰，大哥，你看他这什么态度呀？就让他说谁乌烟瘴气？这个饭吃的确实是没什么意思。不吃了。大郎，先送阿姨回去休息。是。果然很难对付啊！竟然还惦记你的商会。阿佳若是想要我的飞花会，那他便会一早就与我谈条件。这只能说明他想要的更多，筹谋的更少。这位主母，他不是坏人，但眼里只有生意。说起来，他比这所有姓杨的都更像杨家人，所以他才能当这个长氏夫人。做生意最重要的是信誉。就算阿佳有自己的筹谋，我相信他会与我公平交易的。可是这杨家是个大家族啊！哎，在家族里生存和做生意是一样的。一开始就给出最差的态度，这往后你稍有退步，他们就会觉得你体谅懂事。一开始你就给出最好的态度，稍有不慎，他们就会觉得你离经叛道，忘恩负义。你以前是不是吃过很多苦？有些教训只有摔了跤才能学会的。才没有，我知道这些是因为我聪明。你也不是不知道这些道理，你只是放不下情面，怕我和家人关系更僵。才没，我这是先礼后兵。嗯，我信。哎呀，饭也没吃成，肚子真有点饿。我也是。那要不然，我去给你做点吃的，你尝尝我的手艺。哎，我去给你做。夫人，三郎现在好不容易回来了，也和喜欢的女人成了家，你能不能放过他们？别再折腾了。老爷是担心我害三郎？你不是害，是利用。你为什么让三郎的媳妇儿参加宗亲大宴呢？在饭桌上，你为什么要提那个飞花会啊？你敢说你不是想借助季莹莹的勇和三郎的职位来整治那帮宗亲吗？莹莹嫁到杨家，并没有白久。今天宗亲们都在，顺便认识一下，不为过。莹莹秀外慧中，她的才华老爷不知道，但日后你会知晓的。别人不知道，三郎抢了二郎的钱，但既然嫁到我杨家，我还是希望他们能够好好的过日子。我一心想的都是杨家，问心无愧。你对杨家好不容置疑，但是
你有没有想过，这要败了会怎么样？你看大郎，至今都不愿意再去，这还不吸取点教训吗？三郎跟大郎不一样，英英跟玉娘也不一样。这两个相爱的人能不能在一起，不在于外面的阻力，而在于他们自己。两个人都相爱了，他们之间还会有什么阻力？相爱跟成婚那是两回事儿。相爱的人未必能够在一起，但像我跟老爷这样门当户对、相敬如宾，也许会相守一生。尝尝。怎么样？自从我阿娘和师傅走了以后，你是第一个专门为我做饭的人，这面有家的味道。你要是喜欢，我经常给你做。不用，以后我做给你吃。等着。是不是想喝酒啦？你怎么知道的？你不能喝，但你可以看着我喝。行，看着你喝。好酒啊！谢。真香。想得美。杨金兰，江湖上是不是特别自在，特别快乐？你是不是特别不喜欢这里？那你为何要留在这里啊？为了你。凭什么呀？就因为我是你盟友？秦阳，你觉得我们两个只是盟友吗？你觉得我所做的这一切，仅仅只是因为你是我的盟友吗？我不知道。
我喜欢你。那你呢？啊？那你呢？我带你去个地方。我成婚了，我有家了。这是英英，是我的夫人，是我此生唯一的夫人。阿佳，我叫季英英，是您的儿媳。我知道三郎之前吃过很多苦，从今往后，我定让他珍重身体，日日开心。您在天之灵，便放心吧。杨家儿郎5岁后便会拥有自己的院子。但是我每天还是会跑这里来，这是我在外唯一会想念的地方。这是鸟笼吗？是啊，这么大。我阿娘喜欢鸟雀，喜欢看着这些鸟雀在笼子里叽叽喳喳，蹦蹦跳跳。我阿爷便天南海北的搜罗来各样的品种，还给他特制了这样一只大鸟笼，来哄他开心。我阿娘很爱我阿爷，但在杨家规矩的约束下，她变得行事谨慎小心，生怕给我阿爷带来麻烦。渐渐的，便失去了自由，失去了自我，就像这笼中的鸟儿一样，被困在了这个院子里。直到我阿娘去世的前一天，她叫我把这笼子打开，把里面的鸟雀全都放了出来。她对我说，要还给他们本该拥有的自由。英英，我不会像阿姨一样，我想让你继续做自己。我想让你和我相遇、相守，像是一只鸟遇见另一只鸟，像是一阵风邂逅另一阵风，要更快乐、更自由、更肆意、更鲜活。可是你在我心里不是一只鸟，也不是一阵风，是月亮。我这条夜路很长，
原本打算自己一个人就走下去，可是不知从何时起，只要我一抬头，就能看到月亮。风霜雨雪，阴晴圆缺，他总是陪着我。他与我说过，要给我托底，从未食言。我想告诉我的月亮，事情结束以后，若他还眷恋江湖，我便陪他仗剑天涯。这剑穗，可是那日我不识抬举婉雀夫人那条。是啊。哦，对了，这个河碎流波锦，其实是因为你，是因为那天有光印在你的身上，我才有的灵感。我还记得你说我杨静兰的承诺，一辈子便是一辈子。哎，会长，这成亲之后第一次见你，这杨家办事仓促，爷都没闹上洞房。哎，杨老三伤成那样，没留下什么隐疾啊34，你怎么能在未出阁小女子面前说这个？对，他到底行不行啊？你闭嘴！行了，别闹了，我今日来是说正事的。平儿，你把大家都喊过来。好。再跟我笑，你再跟我笑，你再讲，我气死你！规矩，入袖未干，你懂得什么是规矩？什么风把二叔吹来飞花会了？杨家的风。三郎媳妇儿，这飞花会在你的名下不是？你又加入了杨家，那么从今日开始，飞花会就并入杨家了。飞花会是众家共同建立的，杨家怎么能把其他家也划进来呢？众家，行，听三郎媳妇儿的。那以后众家就跟杨家合营，杨家经营有度，以后呢，杨家占大头，你们众家占小头，就这么定了啊？凭什么？因为季茵茵是你们的会长，凭她嫁入了杨家，那杨家的规矩就得比飞花会大，懂吗？哼，二叔真的是打了一手好算盘呀。但是现在飞花会与我无关，新会长，您与他聊。二爷，我这样做，是希望飞花会能走得更远。我如今是杨家的儿媳，若还继续担任飞花会会长，那飞花会必定会成为杨家的一部分。那到时候能做什么，不能做什么，全得按照杨家的规矩来，这样便会大大限制了飞花会的发展。所以为长远计，我必须卸任会长。莹莹的顾虑是对的，就如同今日，你们也不想飞花会日后处处受到杨家人的辖制吧？好，便是你不在了，这飞花会爷爷该罩着还罩着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最重要的，就是要选出我们飞花会的新会长。什么？会长？
那这新会长必定也得是个才华横溢且能服众的人才行。哎呀，不光才华横溢，更要有担当，最好是出自书香门第，风流倜傥之人。那个各位如果信任爷的话，这会长之职啊，照你的意思，这个新会长也必须得姓桑才行，对吧？这样啊，我们飞花会什么事情都摆在明面上，向来开诚布公。想要担任会长一职的，我们举手表决，请举手。来，举手。好，同意我阿兄担任会长的，请举手。同意陈三郎担任会长的，请举手。目前陈三郎的票数最高，所以由陈三郎来担任我们飞花会的新会长。我阿兄和平儿平票，那就由他们俩来担任副会长。新会长的决策，副会长若是不赞同，那这个决策便无效。三郎媳妇儿，你这就不妥当了吧？你都已经嫁入我们杨府了，那你的产业该怎么处置，得杨府说了算。你这不妥当吧？夫人没与我说过这些，三郎也未与我说过。怎么倒是二叔来教我这些规矩？难道杨家的规矩是二叔说了算？你少拿夫人压我！我告诉你，这可是在外人面前，我是长辈，你跟我顶，你伤的是杨家的脸面，那事儿可大了。冒昧的打断一下啊，杨二爷的来意可是在于我们飞花会的归属之事。对，你算是一个懂事儿的。哎呀，我知道你们和我们家三郎媳妇的关系很好，你们若是不想看着他以后在杨府被欺负，趁早归顺喽。啊，我当然了，在生意上呢，我对大家都是多有恩惠，好不好？哎呀，杨二爷真是慷慨啊！我这做了新会长，确实应该做出一点变革啊。那就请杨二爷怎么来的就怎么回去吧。会长，我这个新会长行吗？你得相信自己能行。从今往后，飞花会的会长只有陈三郎，没有季莹莹。你我都是飞花会走出去的，你是扛着会旗的，我只是带头打架的。走到这个地步，我是应该站出来，但我总觉着我与你之间还差了好些步呢。